我34了，我发现现在就算我不要彩礼，我相亲对象都会觉得我要求高了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抛出学历和身高，我就单说物质上的，我的要求仅仅是一个首付的房子。按照浙江的房价，首付20来万就可以买个100来平的房子，仅此而已。结了婚之后，我们2个人一起还房贷。除此之外，我不要车，不要彩礼，可以不摆婚宴，不摆酒席，不要3金5金，甚至不拍婚纱照。你有个首付的房子，有个住的地方，我们就可以结婚过日子。但是依然有些男的说，你就是谈生意讲条件的，你就是捞女，你就是拜金，你就是奔着钱来的，你让我怎么结婚啊？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爱上身无分文的你呗？姐妹们，我是广州相亲会的红娘凤姐，今天我要和大家唠唠江霞和志峰的相亲故事。这事啊，就像一面镜子，能让咱大龄剩女在相亲时好好思考思考，什么样的人可能不太适合自己，也能让咱更清楚地认识到在感情里该注意些啥。先说说江霞，这姑娘36岁了，在一家外贸公司做业务经理。江霞长得挺漂亮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身材也保持得不错，平时穿着打扮很时尚，一看就是个职场精英。她性格比较强势，在工作上雷厉风行，习惯了掌控局面，这在感情里有时候也会不自觉地带出来。男方志峰呢，38岁，在一家软件公司做程序员，性格比较温和，有点内向，平时就喜欢钻研代码，对穿着打扮啥的不太在意，是个典型的理工男。两人是经人介绍认识的，约在一家咖啡馆相亲。江霞提前到了，她选了个靠窗的位置，点了一杯拿铁，然后优雅地坐在那儿玩手机。志峰匆匆赶来，穿着一件简单的 T 恤和牛仔裤，头发有点乱，一看就是刚忙完工作。他看到江霞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你好，江霞，我是志峰，不好意思来晚了。”江霞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微笑着说：“没关系，坐吧。”志峰坐下后有点紧张，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。江霞先开口了：“我听说你是程序员，那工作肯定很费脑子吧？”志峰挠挠头说：“是挺有挑战性的，不过我还挺喜欢的。你做外贸业务是不是经常要和外国人打交道？”江霞说：“那是得和各种客户谈生意，处理各种突发状况。”聊了几句工作后，江霞开始了解志峰的家庭情况。“你家里都有哪些人啊？”志峰回答说：“我父母都在老家，还有个弟弟在读大学。”“你呢？”江霞说：“我父母也在老家，我自己在这边打拼。”接着江霞又问：“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吗？”志峰说：“我就喜欢看看书，研究一些新的技术，而打打游戏放松一下。”“你呢？”江霞说：“我喜欢健身、旅游，还喜欢参加一些社交活动。”在聊天过程中，江霞发现志峰的生活比较单调，除了工作就是宅在家里，他心里有点不太满意。而志峰也感觉到江霞的气场很强，自己有点跟不上他的节奏。这时候服务员过来问他们要不要点些吃的。江霞看了看菜单，说：“我要一份三明治。”志峰说：“我要一份意面。”等餐的时候，江霞又问志峰：“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？比如事业上还有家庭方面？”志峰想了想说：“事业上我就想在技术上不断提升自己，家庭方面我希望能找个温柔善良的妻子，过安稳的日子。”江霞听了心里想，这志峰的想法也太普通了，没有什么野心。他笑着说：“就这么简单，不想着创业或者有更大的成就。”志峰有点尴尬地说：“我觉得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不错了，创业风险太大了。”江霞摇摇头，她觉得志峰缺乏那种拼搏的精神，不是自己理想中的伴侣。而志峰也觉得江霞太过于强势，自己可能驾驭不了。吃完饭后，江霞提出去附近的商场逛逛。在商场里，江霞看到一件漂亮的衣服，她试穿后很喜欢，但是价格有点贵。她看着志峰说：“你觉得这衣服怎么样？”志峰说：“挺好看的，就是有点贵。”江霞有点不高兴地说：“贵有贵的道理，
我喜欢就行。志峰没再说话。从商场出来后，江霞对志峰说，我觉得我们可能不太合适。你太过于内敛，生活也没有什么激情。我想要的是一个能和我一起追求高品质生活、有远大理想的男人。志峰听了也松了口气，说，我也觉得你太强势了，我可能适应不了。就这样，这次相亲以失败告终。江霞回到家后，开始反思自己的相亲过程。她想自己是不是太挑剔了，总是按照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，却忽略了别人的优点。而志峰也在想，自己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自己，多出去走走，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，这样才能找到合适的对象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江霞又去参加了一次相亲。这次的相亲对象叫子轩，37岁，是个企业老板，看起来很有风度，也很有经济实力。两人见面后相谈甚欢，子轩的见识和阅历让江霞很是钦佩，子轩也被江霞的美貌和气质所吸引。可是随着交往的深入，江霞发现子轩工作非常忙，经常没有时间陪她，而且子轩身边的异性朋友很多，这让江霞很没有安全感。有一次，江霞看到子轩和一个女客户在餐厅吃饭，有说有笑的，她心里很不舒服。江霞对子轩说，你能不能少和那些异性接触，我会吃醋的。子轩却说，我这是工作需要，你要理解我。江霞觉得子轩没有把自己放在心上，两人为此经常吵架。另外，江霞发现子轩虽然很有钱，但在生活细节上很不讲究，经常乱扔东西，这也让江霞很受不了。她觉得子轩不是一个能和自己一起过日子的人，尽管他有很多优点，但这些缺点也让她无法忍受。最终，江霞还是和子轩分手了。这一次的经历让江霞更加迷茫了，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男人。她开始思考，在相亲的时候，是不是不应该只看表面的东西，更应该注重两个人的性格是否合适，生活习惯是否能相互包容。姐妹们，咱从江霞的经历里能看出啥问题呢？咱大龄剩女在相亲的时候，不能只按照自己的理想型去寻找对象，要学会看到别人的优点，也要考虑到性格、生活习惯、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因素。不能因为一些表面的东西或者自己的偏见就轻易否定一个人，不然这相亲路上的波折和困惑，可能就会让我们在剩女的队伍里越陷越深，还在不断的痛苦和迷茫中度过一个个难熬的日子。